白，你的罪恶到头了，代表大夏国正式逮捕你。你以为抓了我，事情就结束了吗？给我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这东岛事谁说了算。这是谋杀！谁让你们放他进来的？把监控删了！快删监控！干什么干什么？谁让你在这摆灵堂的？知不知道这小区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老板？这多晦气！马队长，求求你，我丈夫死了，我儿子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求求你们！你儿子死活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得罪了欧阳大少爷，算你们倒霉！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，不然我亲自动手！不要！谁敢动我哥的灵位？强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哥被他们气死了，小文他也快不行了啊！嫂子，你别怕，我回来了，欠我们家的，要他们千倍万倍的还回来！嫂子，我才走了3年，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我哥平时身体虽然不好，但怎么会突然……小文又怎么会出事？强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们家的天塌了！小文多懂事啊，他刚以全校第1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他趁着暑假在小区里捡废品，想自己凑齐大学的学费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可是我刚提的限量版豪车。我一直站在这里没动，是你开车太快，而且我的车根本没有碰到你，还敢顶嘴！本少爷说是你刮的，就是你刮的！给我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伤者头部受到重创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陷入了深度昏迷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植物人。我的儿子，我这就去找物业，我要看监控，我要报警抓他们！那是我的儿子啊！你们为什么不管？为什么？强子，你哥就这么被他们活活气死了。小文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生死未卜。我们这种老百姓到底该怎么活啊？嫂子，哥不能白死，小文也不能白受欺负。既然别人不管，那这件事儿我来管。欺负我林家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强叔，你看，我又考了第1名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好好赚钱，给爸爸妈妈换大房子，还要给你买最帅的汽车。您是林小文的家属吧？重症监护室每天的开销很大，账户里的费用已经见底了。如果今天还不补齐，关键的营养药就跟不上了。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，密码是6个0，全给他交上，1分都不留。只要能治好他，用最好的药。好的，家属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治疗的。干什么？没看见门外写着“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”吗？懂不懂规矩？我是林小文的叔叔，把你这儿案发当天的全部监控录像调出来，我要看完整版。哟，原来是林家那个当兵回来的，我当是谁呢？
口气这么大。你以为监控是你们家电视，想看就看啊？这涉及到我们小区重要业主的隐私。我侄子在你们小区被人推倒，受了重伤，你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必须配合调查。调查？你算老几啊？你不过是个退伍回来的普通人，你有什么调查权？赶紧给我出去，别逼我叫人把你轰走。你问我有什么调查？长官，实在对不住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快请坐，我这就给您调监控。哎呀，真不巧，那天这片区域的监控摄像头正好出了故障，什么都没录下来，正好坏了。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真的是设备老化，我们平时也没太注意维护，确实是坏了。长官，我真没骗你。硬逼也没有结果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设备坏了，那也没办法。少爷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按照欧阳老板的吩咐，把那天所有的监控视频彻底删除了，还骗他说是设备坏了，他什么都没查到，已经灰溜溜的走了。做得好，在东岛市，还没人能动我儿子。就算他有个证件，只要没有证据，他也拿我们没办法。你们以为删了监控就能掩盖一切？这里是20万，拿着这笔钱。你们欺人太甚，把小文害成这样，就想用钱来掩盖真相吗？真相，在东岛市，我们欧阳家的话就是真相。不拿这笔钱，我保证你们明天就得滚出这家医院，而且全东岛市没有一家医院敢收他。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商量一下。算你小子识相，这笔钱够你们捡好几年废品。爸，对付这种底层人根本不用给这么多钱，随便吓唬两句就行了。你懂什么？花点小钱把事情压下去最稳妥。不过说起来，你当初惹事的时候就该下手果断点，让他永远闭嘴，一了百了。也省得现在还要我来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倒要看看这东岛市究竟是谁的天下。老班长，周局，是我林强。我的侄子在东岛市被打成植物人，就被他们活活气死。我需要你帮我伸张正义。周局，是我林强。老班长，这几年都没消息，知不知道我有多挂念你？打开！不！老班长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我回东岛了，我的侄子被富二代霸凌成植物人，我哥被活活气死，这群人妄图用钱封口。什么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迫害英雄家属？永大集团欧阳家。全体都有，启动紧急响应！1队封锁永大医院，2队查封小区监控室，把保安队长老马控制起来，绝不能让他们销毁证据。
但终将被驱散。欠我们家的公道，该还了。林兄，今天这事儿，执法局一定彻查到底，绝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。先查监控室，那是最重要的证据。谁给你们的胆子封锁永大集团参股的小区？叫你们领导出来见我！执行公务，闲杂人等退后，否则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这怎么可能？市执法局长老周竟然听他指挥，这个农民工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帮混账果然把监控全删了，明目张胆破坏证据。小刘，硬盘能恢复吗？周局放心，普通国式化删除在技术部门面前就是小儿科，只要没被物理粉碎，数据就能找回来。周局，林先生，监控录像全部无损还原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可是我刚提的限量版豪车。我一直站在这里没动，是你开车太快，而且我的车根本没有碰到你，还敢顶嘴！本少爷说是你刮的，就是你刮的！给我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无法无天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保安就在旁边看着这群恶霸欺凌弱小，竟然连管都不管！欧阳家对我来说，这只是不小心刮花车后的推搡。眼睁睁看着别人把自己的儿子往绝路上逼，旁人却冷血旁观。我哥就是被这种叫天不应、叫地不仁的绝望活活气死的。虽然这段监控没有拍下最终打伤林小文的人是谁，但足以证明欧阳楠与此事有直接关系，他有重大作案嫌疑。立刻传唤案发时在场的所有物业人员，通知一队，马上全程布控，立刻实施抓捕，把那个叫欧阳楠的给我带回局里。哥，小文，你们看着，正义的审判开始了。严惩恶霸！严惩恶霸！严惩恶霸！白受痛苦！对不起，因为一场小小的误会，我怀疑林小文刮花了我的车，一时冲动发生了推搡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并向林小文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推搡？监控里明明是单方面的欺凌，你们欧阳家是在避重就轻吗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混账东西，你平时是怎么管教孩子的？竟然惹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简直丢尽了我们欧阳家的脸！哥哥，我错了。林先生，林太太，是我欧阳文和教导无方，养出了这样的逆子。我替我那不成器的侄子向你们磕头认错。这里面是500万现金，无论如何，请你们收下这笔医药费。只要能救醒小文，我们欧阳家愿意倾尽所有。只求你们给那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欧阳大老板都做到这份上了，真是难得啊！是啊，500万呢，普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，足够给孩子最好的治疗了。这态度确实够诚恳。只要钱给够，再拿捏住道德制高点，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。好一招以退为进，500万，想用钱堵住我们的嘴，买下你侄子的罪行，欧阳文和，
你演的再好，也掩盖不了你们骨子里的吃人本性。欧阳老板，这500万买的是原谅，还是掩盖真相的遮羞布？这份监控确实是案发当天的，但是他被人动过手脚。什么？动过手脚？在欧阳南推人的那一秒钟，画面出现了轻微的跳偏，造成我侄子头部受到重创的关键动作，恰好被所谓的技术故障遮挡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小心的推搡，而是带有极强恶意的故意伤害，却被剪辑。我哥哥林平在物业监控室里看到的是毫无删减的完整版，他正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遭受怎样的毒手，才被活活气死的。你们交出来的是一个打折的真相。我理解林先生还在悲痛中，咱们改日再谈。无论水有多深，我都会把它抽干。这500万，你拿回去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彻查真凶，血债血偿，让作恶的人接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大哥，我就说你那一套根本行不通。你堂堂东岛市首富，竟然给一个穷当兵人下跪，结果呢，人家非但不领情，还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打了咱们的脸。你懂什么？我那是做给公众看的。林强，他以为自己是谁？以为认识个市执法局局长就能在东岛市翻江倒海，让我亲侄子去坐牢？真是天真。大哥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他这么在乎他那个植物人侄子，那我就掐断那小子的命脉。我要让林强知道，在东岛市得罪了我欧阳家，就是寸步难行。林兄，你今天当众拒绝了欧阳文和，算是把欧阳家彻底得罪死了。老周，我就没打算和这群人妥协。我懂你的心情，你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。这个永大集团在东岛市盘踞了20多年，从房地产到医疗，势力盘根错节。欧阳文和这个人更是两面三刀，心黑手狠。咱们虽然手里有监控，但不足以给欧阳南定罪。他们接下来肯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报复你。强子，刚才护士站突然下达通知，说我们账户里的治疗费用已经全部扣完，甚至倒欠了一大笔钱。怎么会？我昨天刚把所有的退役津贴交进去，足够支撑半个月的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医院的财务科说之前给我们优惠，现在要我们立刻补齐30万的缺口。如果今天下午2点前交不上钱，他们就要拔掉小文的呼吸，把我们赶出医院。强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是欧阳家在捣鬼，永大集团就是那家私立医院最大的投资方，他们这是在釜底抽薪，想用你侄子的命来逼你就范。好一个首富，好一个只手遮天。于主任，求求您宽限几天，我弟弟已经去凑钱了。小文的营养液和维持设备千万不能停啊，停了他命就没了。陈女士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医院有医院的规矩，账户没钱了就得停药，这是流程。你跟我在这儿哭也没用，赶紧去办出院手续，把床位腾出来给有需要的病人。谁敢赶我侄子出院？医者仁心，我昨天刚交的费用40万，怎么可能一天就扣光？你们这笔账是怎么算的？你就是林强吧？账目明细财务部门出得很清楚。我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里可是高级私立医院，用的是最顶级的进口设备和药品，费用当然高，40万，只是我们医院重症病房2天的花费。那就把详细的用药清单拿出来核对，少1分都不行。核对可以，但停药也是现在的决定。没钱还想住最好的重症病房，这里不是做慈善的地方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积蓄有20万，先顶2天。林强冷静点，小文的命要紧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收治1天。兄弟，你被他满脑业主软累了。这个于东升态度这么嚣张，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。什么意思？这家医院
是整个东岛市医疗设备最顶尖的医院。目前在全市乃至全省，除了军方的华东医院之外，只有这里有条件治疗小文这种深度的植物状态。而且，他们叫永大医院。永大医院？难道？没错，永大医院背后的最大资方，正是欧阳家族的永大集团。他们故意制造高额的账单缺口，于东升也是接了上面的死命令。欧阳家这就是在逼你，如果你不乖乖妥协，小文的治疗就彻底断了。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逼我低头，做梦！既然这家医院治不了，那我们就换地方。兄弟，换医院没那么简单。小文现在这个情况，不但要有能接受治疗的顶级医院，转院途中还要有最好的医疗设备维持。他们就是算准了这点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欧阳文和这个阴险的家伙，欧阳家两兄弟在东岛市盘踞了20多年，从海鲜摊贩做到首富，垄断了各行各业，背后一直涉嫌各种黑恶势力活动。既然执法部门早就盯上他们了，为什么迟迟不收网？因为他们做事太绝了。这几年，我们好几次查到关键线索，但每到要收网的时候，关键证人就会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，或者遭遇离奇意外。他们为了掩盖真相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绝不会让证人开口说话。证人，绝不让证人开口。怎么了？霸凌事件发生时，监控被他们删过，保安是他们的人。现在能够指认欧阳楠暴力伤害的唯一证人，就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是说，小文？小文虽然现在昏迷不醒，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对欧阳家来说就是一个隐患。他们连治疗费都敢随意切断，为了以绝后患，绝对做得出对小文暗中下黑手的事儿。这里根本不是救命的地方，而是龙潭虎穴。不好，小文有危险！小伙子，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们家得罪了欧阳老板。你在干什么？放手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是主治医生，我在给病人进行正常的营养液用药，你这是在严重干扰治疗。正常用药，正常用药需要反锁房门，偷偷摸摸的拉上百叶窗。老周，这支营养液，麻烦你立刻带回市局技术科进行加级成分检验。查出来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营养液，而是一支超大剂量的强效镇定剂。法医说，小文现在的身体状况极其虚弱，如果这支药打进去，他会立刻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。而且事后追查起来，很容易被伪装成植物人的自然并发症，这简直是杀人不见血。我已经派人控制了于东升，但欧阳集团的顶尖律师团队也已经到了局里，正在用各种法律条文施压，企图给他办保释。拿错药。好一个偷天换日！他们以为靠着金钱和保护伞就能逃脱正义的制裁。这一次，就算把东岛市的天捅破，我也要把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魔全部送进地狱！我说，我全都交代，不是我要害那孩子的，是欧阳无勇，是他指使我这么做的。他说，只要那孩子永远醒不过来，这件事情就死无对证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找死！强子，你受伤了。祸不及家人，欧阳家，
你们越界了。周局，早上袭击林先生家属的那辆无牌黑色面包车，已经在郊外的一个废弃修理厂找到了。车主是谁？有没有提取到嫌疑人的 DNA 或指纹？是一辆被盗的失窃车辆，用的是套牌，而且车厢内被喷洒了大量的化学清洁剂，所有的指纹和行动痕迹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这帮家伙反侦查能力极强，手法老练，绝对是蓄谋已久的专业打手。意料之中，欧阳文和能在东岛市盘踞这么多年，手里必然养着一批替他们干脏活的亡命之徒。他们袭击我嫂子，其实是在给我下马威，警告我不要再查下去。什么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法医过去了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出大事了！刚刚看守所打来紧急电话，那个主治医生于东升死了。这是今天上午的监控。这名律师是永大集团首席法务团队的人，他以辩护律师的身份，依法要求会见于东升，结果他前脚刚走不到10分钟，于东升就发病身亡了。我们对那名律师进行了严密盘问，但毫无收获。他一口咬定只是在跟于振胜核对案情，没有任何违规行为，并且要求如果执法部门没有确凿证据，就立刻放人。法医那边的详细报告怎么说？报告出来了，于东升身体本身就有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病患，但他为了保住主任叶树的职位，一直刻意隐瞒了病史。这次突发心脏病身亡，没有任何中毒或外力致伤的痕迹。表面上看，确实与律师的会面无关，属于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。放屁的意外！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简直就是一场不留痕迹的完美谋杀！这就是欧阳文和的手段。那名律师在会面时，一定是用极其隐晦的方式暗示甚至威逼了于东升，也许是拿他的家人做威胁，也许是巨额的债务。于东升知道欧阳家在东岛市的势力，在极度的恐惧和高压威逼下，引发了隐藏的心脏病，或者说，他做出了牺牲自己保全家人的自裁决断。林兄，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证据链断了。于东升一死，欧阳无勇指使谋杀植物人的指控就成了死无对证。单凭我们现有的证据，根本没法对欧阳家采取强制措施，案子卡住了。对方在杀人灭口，而且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还要绝。我们办案子要讲证据，可这帮家伙做事却不择手段的。而且，虽然主治医生出事了，小文还在医院昏迷不醒，这等同于在他们手里。我已经加派人手保护病房了，不过小文的病情确实只能通过医疗手段解决。刚才有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大妈突然拦住我，她说欧阳家愿意出1000万的赔偿金，只要我们拿了这笔钱，闭上嘴不再追究，并且立刻撤案，他们就可以动用最好的资源，保证小文接受最高级别的治疗。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那如果我们不答应呢？他还说，如果我们非要不识抬举继续查下去，东岛市每天车水马龙，他不敢保证我和小文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强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嫂子，别怕，我回来了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顶着，谁也别想动你和小文一根头发。强子，他们真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了，你先去旁边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在战场上，再危险的任务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都可以单枪匹马杀入敌阵。可是在这里，面对这种盘根错节、拿我至亲家人做头马的无形黑网，我竟然觉得投鼠忌器。他们就是算准了你在乎家人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威胁你们撤案。再说我们办案要有证据，这怎么得有个过程？小文在医院里，他可不能等啊！不能等啊！你说的对，现在我得动用终极手段了。
代表着大夏国最高机密和最高权限的黑色加密卫星电话。首长，林强向您报道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的战神为了大夏国的安宁，在境外卧底3年，历经九死一生，好几次差点倒在敌人的枪口下。你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国家，如今你荣归故里，你的家人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这种黑恶势力的肆意践踏。首长，林强听令，大夏国的英雄，绝不能流血又流泪。我给你最高授权，从现在起彻查到底。这把保护伞有多大，就给我掀多大。全国的执法资源、特派专案组全部归你调遣，谁敢阻拦，严惩不贷。林强领命，绝不让首长失望。强子兄，刚才电话里那位，难道是？是。老班长，你到底是谁？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账户欠费，医院不是慈善机构，立刻把病人移走。我是华北医院医疗组组长，奉首长指令，即刻起，林小文的治疗由我们全权接管，无关人员立刻退后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这可是我们永大集团的医院。你不是让我们转院吗？我们这就转。首长同志，救援队集结完毕，随时准备转移伤员。辛苦了，一切拜托你们。强子，小文有救了，小文终于有救了。嫂子就算是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国家的恩情。嫂子，你跟小文安心去华北医院治疗，那里一定能治好小文。这边的事情交给我。哥，小文已经安全了，接下来该算算我们与欧阳家之间的总账了。欧阳家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！周局，执法部最高级别加密专线传真，要求您亲自拆阅。原来这3年，他是在地狱里替大夏国扛着天。班长，你受苦了，你不仅是我老周的救命恩人，更是国家真正的英雄。首长同志，执法部特派专案组已全面接管东岛市网络与通讯系统，永大集团总部已被秘密监控，所有高层人员的通讯线路已全部切断，并实时监听。收网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大哥，那小子到底把小文转移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得赶紧想办法。文和，完了，全完了！领导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上面直接绕过省里，下达了最高级别的死命令。执法部的雷霆专案组已经把你们永大集团包围了。那个林强，你们到底惹了个什么神仙？别再联系我了，我也被双规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我们错了，我们全都错了。林强的后台根本不是老周，是整个大夏国，天罗地网，我们彻底完了。喂，王局，我是老欧啊。喂，李婷，您听我说，
情况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大哥，你别自己吓自己了，不就是个退伍兵带了几个警察来吗？咱们永大集团有的是钱，大不了咱们花钱摆平，1000万不够就5000万，5000万不够就砸1个亿，1个亿不够就10个亿，我就不信还有钱砸不开的门。蠢货！把钱摆平？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宝贝儿子惹的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次我们惹的是为国出生入死的战神，全完了。国家机器一旦运转，别说1个亿，就是把整个永大集团填进去也保不住我们了。执法部特派专案组联合办案，全面查封永大集团财务中心、资料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，违者依法追究责任。首长，查清楚了，这10年来的账目简直触目惊心。永大集团表面上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却存在大量极其恶劣的资金异常，强行拆迁时的暴力打砸赔偿，非法霸占土地的巨额贿赂，豆腐渣工程的暗箱回扣。为了垄断市场，他们甚至雇佣打手恶意打压竞争对手，造成多起致人重伤的惨案。每一笔账目的背后，都沾满了普通老百姓的血和泪。欧阳家所谓的商业帝国，根本就是建立在无数受害者家庭破碎的苦难之上的。这帮人简直十恶不赦！通知全组，证据链已经闭合，立刻实施全面抓捕。我要让欧阳家所有人在法律的审判席上，为他们犯下的罪行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警官，我要翻供，我要戴罪立功，人根本不是我推的，是欧阳南。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欧阳南非说那个收废品的小子刮了他的车，一气之下就动手了，是他亲手把林小文狠狠推倒，后脑勺撞在了石柱上。欧阳南他更是变本加厉的上去殴打林小文。事后欧阳南给我甩了50万，让我一口咬定是我干的。周局，林首长，口供和资金流水完全吻合。我们查证了案发当天欧阳宁的私人账户，确实有一笔50万的巨款分批次转入了这个顶罪马仔母亲的账户里。好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在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我看欧阳家这次还怎么抵赖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爸是欧阳无有，我大伯是首富。欧阳南，你涉嫌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，以及指使他人作伪证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带走。欧阳无有，准备去哪儿啊？林强，我账户里还有几个亿，只要你放我走，这些钱全都是你的。你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买到吗？那些被你们逼得家破人亡的老百姓，你有考虑过吗？在国家和正义面前，你们欧阳家什么都不是。嫂子，怎么了？军医刚才来查房了，小文的手指头刚才动了，他的眼睛也对光有反应了。医生说小文的各项指标都在飞速好转，这几天就有可能完全苏醒。强子，我们家小文熬过来了。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天亮了。
欧阳家的打手等你们很久了。想动我的家人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小文，我的小文醒了！医生，快来人啊！叔叔回来了。小文，你是个坚强的男子汉，你熬过来了，好好养伤。叔叔答应你，一定会把欠你的公道堂堂正正的讨回来。小文，你不要怕。案发那天下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把你推倒的？是欧阳南，我当时只是在整理纸箱，根本没有碰到他的跑车。他不仅让人掀翻了我的废品，还亲自动手死死揪住我的衣领。我试图跟他讲理，但他骂我是没钱的垃圾，然后猛地发力把我推开。我失去平衡，后脑勺直接撞在了花坛的石柱上，但他还扑上来打我。最后看到的一眼，是他带着人冷笑着开车走。警官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是那个叫小马的跟班动的手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你们要是没证据，就赶紧放我回去。欧阳南，林小文已经苏醒，并且对你进行了清晰明确的指认，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？哥，小文醒了，凶手也终于伏法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受的委屈，弟弟终于替你报了。周局，顺着资金流水和物业系统的黑客入侵痕迹，我们查到了，案发当天，除了买通保安队长，欧阳家还重金雇佣了一个地下的黑客与自媒体团队。不许动！警察！是欧阳吴勇给了我们100万，他要求我们在执法部门调取监控之前，远程潜入小区的物业系统。我们利用技术手段，在欧阳南推人的那一瞬间，植入了一个雪花闪烁的故障代码，把那致命的一击给抹除了。兄弟，证据链彻底闭合，故意伤害、买凶顶罪、破坏计算机系统掩盖罪证。这欧阳父子加上欧阳文和之前的经济犯罪和涉黑举动，这帮社会毒瘤这辈子是别想从牢里出来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任何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，用金钱掩盖罪恶的人，最终都会作茧自缚。朱局，林首长，原始数据修复完毕，未经过任何剪辑的完整版视频可以播放了。放出来。哥就是看到了这段完整版的监控，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这群恶少下此毒手，保安却冷血旁观，他求助无门，才激怒攻心，当场倒下的。哪里是打架斗殴，这根本就是草菅人命！铁证如山，这段视频加上小文的口供和黑客的认罪书，证据链已经彻底定死。我要让欧阳南为他的残忍和傲慢付出最严厉的法律代价。只要钱出去了，只要钱到了海外，我照样能东山再起。林强，你就算是战神，也管不到大夏国境外的账户。首长，警报！欧阳文和正在动用境外黑户，试图将大额资金转移至海外 X 国离岸账户。想跑，做梦！首长，狐狸露尾巴了，他想向海外转移资产。首长早已批示，大夏国执法部门已联合国际刑警组织启动跨国金融犯罪打击预案，目标账户已锁定，即刻执行动检。不可
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国际刑警怎么会这么快？大夏国的土地容不得你们吸干了人民的血还想全身而退。欧阳文和，你的商业帝国彻底塌了。青天大老爷呀！当年欧阳家为了霸占市场，雇人打断了我儿子的腿，还威胁我们不准声张。我们终于等到他们遭报应的这一天了。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每一笔血债，我们都会一查到底。严惩欧阳家族，还东岛市朗朗乾坤！严惩欧阳家族，还东岛市朗朗乾坤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，求求你们别判我死刑！那些强拆打人、买凶证据，都是我大哥指使的，他才是主谋，他才是永大集团背后的真正黑手。我愿意做污点证人，求你们从轻发落。你想做污点证人换取轻判，你想求饶命。当你儿子把我侄儿往死里打的时候，当你拿着钱侮辱我嫂子的时候，指使黑心医生切断我侄儿救命的呼吸机的时候，这群恶魔可曾想过饶他一命？在法律和正义面前，你们欧阳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准备在监狱里用下半辈子为你们的罪恶赎罪吧！林先生，战神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把海外资产秘密金库全交出来，只要您高抬贵手留我一命，我给您做牛做马，求您留我一命。欧阳先生，我原本以为你会比你弟弟体面，看来是我错看你。你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明码标价吗？你的脏钱一分不差，全都会用来赔偿受害人。至于你，在地狱里去算这笔血账。证人林小文，请你清晰地向法庭陈述，案发当天究竟是谁对你实施了严重的暴力伤害？法官大人，就是他，欧阳南，是他不仅掀翻了我的三轮车，还亲自从背后重击我的头部，导致我昏迷的。他撒谎！法官大人，我要求翻供！我之前的口供全都是被执法部门胁迫的，我根本没有动手，都是我手下那个马仔干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肃静，被告人不得喧哗。被告人声称被冤枉，简直是荒谬。法官大人，公诉方在此提交3份不容抵赖的核心铁证。第一，经过技术还原的未受任何剪辑的完整案发现场监控录像。第二，案发后欧阳南为了掩盖罪行，向顶罪马仔海外账户转账50万的银行资金流水。第三，顶罪马仔以及保安队长的联合认罪口供。本庭认为，公诉方出示的证据合法有效，证据链完整闭合，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。趁着这次专案行动，把永大集团过去这20年里所有涉嫌强拆、伤人、欺行霸市的案子，全都给我翻出来，重审彻查，绝不能让一个坏人漏网。
解气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邪不压正，为战神点赞。永大集团案今日宣判，集团正式宣告覆灭。大国职稿集团对待影响永大集团案发展。林强，原来你躲在国内的东岛市。你这个伪君子，你抓了我父亲，毁了我的家族。你以为你能在国内当受人敬仰的英雄？给我立刻查清楚你家人的所有底细，我要让他尝尝什么叫失去至亲，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全体起立，现在进行最终宣判。被告人欧阳楠犯故意伤害罪，致人重伤，手段残忍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被告人欧阳武勇犯故意伤害罪共犯、故意杀人罪、行贿罪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数罪并罚，依法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欧阳文和作为黑恶势力首要分子，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行贿罪、非法经营罪等多项重罪，依法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恶人伏法了，欺负我们家的人全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看到了吗？爸，害您的人已经被抓起来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妈。我发誓，等我大学毕业，我要报考执法部门。我要像强叔一样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保护家人，守护正义。白先生，目标已锁定。他非常在意这2个家人，随时可以动手。很好，准备收网。我要给这位战神先生送上一份大礼。兄弟，这几天东岛市的老百姓可是把你当成真神了，街头巷尾全在议论战神一怒的事儿，你这回可是彻底出名了。老周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。战神同志，执法部紧急密电，边境缉毒和反恐部门刚刚截获确切情报。3天前，境外犯罪集团的残党头目白一聪已经带领一支精锐的非法武装小队，秘密越境潜入了我国西南边境，目前极有可能正向东岛市方向流窜。白一聪，战神同志，近期由于东岛市的案件在网络上大面积曝光，您的行踪和家人信息已经不再是最高主义，请务必立刻转移家属。我们怀疑白一聪这次越境是专门冲着您和您的家人来的。老周，备车，快！嫂子，你和小文现在在哪儿？千万别回小区，找个人多的商场待着等我。你死在！你是谁？林警官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3年前你把我父亲送进大夏国的监狱时，可不是这种语气。白一聪，你敢动他们一根头发，我让你走不出大夏国的国境线！嘘，别这么大火气！你嫂子和侄子刚做完复查，非常配合我们。勉强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封锁全城高速公路和火车站，立刻调取小区及周边所有道路监控摄像，快！
是我大意了，是我害了他们。老周，替我向首长请示，我要重批战甲，我要白一聪连同他背后的整个犯罪网络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岂有此理！猖狂之极！大夏国英雄的家属绝对不容如此践踏。林强同志，我已经联系军方和外交部，启动最高级别跨国营救预案。首长，白一聪非常狡猾，他既然敢越境绑人，肯定已经做好了退路。现在人质已经被他带到了境外的军阀三不管地带，通过常规的外交交涉和大规模联合行动，至少需要2到3天的程序。白一聪生性残忍，他等不了那么久，我家人也撑不了那么久。首长，我请求以个人名义即刻出境。你这等于单枪匹马去闯龙潭虎穴，没有后援，没有武装，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。3年卧底，那里的一草一木，我比谁都熟悉。首长，请批准。兄弟，境外那片地方现在是各大军阀割据，武装暴徒满地走。你就这样一个人去，连把像样的防身武器都没有，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听我的，再等2天，等特种大队集结完毕。老周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不能再让哥哥在天上看着我连嫂子和小文都保护不了。我家人在等我。白一聪这次回来，一定不敢招摇过市。他手里有人质，绝对会藏在一个既隐蔽又有重兵把守的地方。谁想干什么？钱都在床底下的盒子里。老瞎子，看看我是谁。战神，你不是回大夏国了吗？你别杀我！当年我只是个底层看门的，我没杀过人啊！我只问一遍，白一聪把他从国内绑来的人质藏在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少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他要是知道我出卖他，他会把我扒皮抽丝的。不说，我现在就送你去见老白。说出来，我保证让你安全离开这个镇子。我说，今天上午我看到少爷的车队进山了，他把人带到了边境深处的那个废弃矿场，那里还有他花重金雇来的一整支雇佣兵小队。废弃矿场，白一聪，看来你选了一片好墓地，宿命还真是一个轮回。爸，这几头肥羊的家里人都把钱打过来了，要不要把他们放了？放人？进了我老白手里的货，哪有吐出去的道理？告诉下面的人，明天一早把这批人全部转移到后山的废弃矿场去，卖给那边的军阀做苦力，再赚一笔。抓住他！有内鬼！
大家别怕，我是大夏国警察，我带你们回家。是警察。让你的人放下武器，退后，否则我现在就送他下地狱！吴冲，别开枪！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白一聪，你最好祈祷他们平安无事，否则我不介意再踏平一次你的老巢。哥，保佑我！戒备森严，火力点无死角，硬闯必死无疑。白一聪，这条路是我当年给自己留的退路，今天它将是你的绝路。白一聪，我来了。林太太，你说你那无所不能的小叔子会不会来救你呢？我弟弟一定会来，他会让你们这些畜生付出代价。代价！3年前他抓了我父亲，毁了我白家的园区。今天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一个个死在他面前。哥，如果你再添一步，请保佑嫂子和小文平安。今天弟弟就是死，你要把他们带出去。白一聪，放了。这对手是我。好一个大夏国战神，有胆量，真有种，一个人就敢闯我的地盘。不过林强，你以为你是神仙吗？我这儿有30多条枪，你就是有3头6臂，今天也得给我交代在这儿。强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们！强叔，他们要杀你，快跑啊！嫂子，小文，别怕，叔叔来了。给我把他打成筛子！敌人太多了，正面消耗战必死无疑，必须打乱他们的阵型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30多个人都打不过一个！给我围上去，压缩他的活动空间！还有人想上来吗？林强，你再动一下，我就让他见血！放下武器，跪下！放开我妈！去，绑结实！小文，是叔叔，别出声。站住！不是咱们的人，拦住他！开枪！小文，往前跑，别回头。出口在山脚灌木丛，朝南跑，找边防军。叔叔一起走。活着带救兵来，能做到吗？能，我能。快跑！来吧，白一聪，该算总账了。放下武器，跪下，否则磕断他的喉咙。白一聪，你也就这点本事，
抓女人当人质，你老子老白好歹敢跟我真刀真枪干，你比你爹差远了！闭嘴！我比那个老东西强100倍！啊！结束了！白一聪，结束了。3年前你爹的罪，今天由你一并偿还。林警官，林英雄，饶我一命，我知道错了。大夏国3个秘密据点，2亿多非法资金，还有白家残余势力和眼线名单，去死吧！强子，刀片上当地最烈神经毒素，10分钟麻痹，半小时心脏衰竭，你慢慢等死吧。4天我会回来替你收尸，还有你的该死的嫂子。强子，撑住啊！嫂子，没事，还死不了。毒素正以惊人速度扩散，必须尽快带嫂子离开。嫂子，走排风道，小文已出去了。好，我扶你。强子，再坚持一下。我可能撑不住了。不许说这话！想想小文。他们在前面，快快！嫂子，放下我，你自己跑。不可能，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出去。往边境线跑，过了边境就有人接应。好，我们走。分散搜索，他们跑不快。什么人？救命！快救救我叔叔！他是大夏国战警，他在矿场里被坏人包围了。指挥部，指挥部，边防第3巡逻队发现一名从境外逃回的大夏国少年，报称有战警被困边境废弃矿场，请求立即支援。收到，已联系执法部确认，跨境营救部队已在待命，立刻汇报矿场精确坐标。那边，就在那里，求求你们，快去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永别了，战神！你们已被大夏国边境部队包围，立刻放下武器！最后一次警告，放下武器，抱头蹲下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敢越线过来？老班长，注意，快！老周，领导直接下令启动跨境营救，来的刚刚好。你毁了我的一统，给我进去！
片距心脏不到1厘米，立刻送国内手术。嫂子，不哭，回家。救他！全速返航！妈，叔叔在里面躺了14天了，他会没事的，对吗？会，你叔叔是大英雄，老天爷不会那么残忍。老林，你答应过一起喝酒的。弹片距心脏0.8厘米，心波积血，毒素仍有残留，手术风险极高，尽人事听天命。但他守护了那么多人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强子，你来了。哥，是你吗？你的路还没走完，嫂子和小文还在等你，这个国家还需要你。撑住，弟弟，天亮了，该回家了。新旅弱将，准备出战！病人情况危急，隔着门喊话能激发求生意志。强子，嫂子和小文都在等你。叔叔，你答应过带我去吃炸鸡的。老林，仗还没打完呢。心率回升了，血压恢复。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强子，你醒了！叔叔，你醒了！奇迹，弹片已取出，毒素清除，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。谢谢老天爷。老林，你吓死我了！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哭了？你昏迷了整整7天，老子7天没合眼。老班长，有几个好消息。第一，U盘信息属实，白家3个据点端掉，查获2亿3千万，残余势力彻底覆灭。第二，境外联合行动成功，电诈园区被接管改建。所有被困同胞获救。第三，1号军长亲授你大夏国1级鹰魔称号，晋升特别行动总教官。哥，你在天上看到了吗？嫂子，别再煲汤了，这1个月我都快被你喂胖了。少废话，医生说了，弹片离心脏就0.8厘米，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不养好怎么行？林强同志，你这次又立了大功，消灭白家残党，国家感谢你。军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已签署命令，授予你最高荣誉勋章，任命你为特别行动总教官。请允许我拒绝这次任命。说说理由。我卧底3年，为国家尽了忠，也该为家人尽一次孝了。我哥走了，嫂子和小文需要人照顾，请批准我的退役申请。林强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。好，我批准你的退役申请。谢谢首长。荣誉勋章你必须收下，让国家有机会向你说声谢谢。好。公安部特别行动总教官，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职位。我最大愿望是看着小文考上大学，和嫂子过团圆年，这比任何职位都重要。说好了，以后每个周末来教我格斗。你这个学生太笨了，我得先养好伤再说。叔叔，老师说我月考全班第3。好小子，比你叔叔当年强多了。赶紧回家吃饭，今天做了红烧排骨。林平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强子退役了，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哥，
仇报了。害您的人已被抓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妈。我发誓，毕业后报考执法局，像强叔一样保护家人，守护正义。好，你爸一定为你骄傲。哥，我答应你的都做到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哥，天亮了。小文高考后，在小区附近开个小拳馆，教孩子正义和担当。嫂子给你当后勤。嫂子，这些年辛苦了。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就是对你哥最好的交代。看，那不是战神林强吗？林先生，谢谢你。真正的英雄是敢于站出来的普通人，是你们的勇气让正义战胜了邪恶。叔叔，等我考上执法局后，教我格斗。先把身体养好。干杯，为团圆，为新生。干杯！